要求小女生不要在网络上约会了，不要把私密照传给男朋友了，不要随随便便的信任别人。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重点还是要让这个法更健全，让这些犯罪者不能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去要求这些可能的被害者说你要小心这个世界。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好奇机器。那今天企划洋洋一样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好，我是洋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去年8月的时候，有一篇名叫做《青春炼狱》的报道，很受到社会的瞩目。它揭露了台湾也有类似韩国 N 号房事件，那犯罪的规模甚至有过之而不及。那当时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1年后的现在，台湾相关的犯罪问题有改善了吗？那为了想要深入了解目前的状况，所以我们邀请到了《青春炼狱》的记者蒋依婷来跟我们一起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镜周刊》人物组的记者依婷。不过在开始正式进入访谈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对瘦版日记还习惯吗？在总长之前呢，我用4个月减重了14公斤，过程中没有节食，反而餐餐吃饱又吃好。现在我跟减重医师宋瑞仁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要把我减重不复胖的工具方法分享给你。这堂课程特别适合预算有限又忙碌的外食族，不用依赖贵的水煮餐，不用算热量赤字，更不用痛苦的节食或疯狂运动，只要跟着课程认识影响体重的关键荷尔蒙体质，并且根据体质掌握判断优质外食的方法。你会发现能吃又好吃的东西其实很多，就算你3餐外食或食量很大，也能够欢喜吃照样瘦。现在我跟宋医师一起筹备的外食减重学正式开卖，早鸟优惠49折起，让你最多省下2600元，超级划算。输入我的优惠码再折200元。新年到了，想要改变形象瘦一波的朋友们，就千万别错过啦！洋洋，你还记得你去年看到这个报道时的想法吗？因为在这个报道之前，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韩国 N 号房的事件，然后在看到韩国状况的时候，还会想说，幸好台湾没有类似的状况。结果没想到，在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让我感到很震惊跟害怕的。因为在我自己的生活圈里面，我从高中就是读女校，大学的环境里面，我的朋友也大部分都是女生，所以我其实真的不太知道，在男生的领域当中，他们可能会接触到哪些外流社团。我是在这个事件之后才去询问了一些身边的朋友，才发现原来这些东西好像很普遍，真的有非常多的女生，她们是在自己不知道，甚至是在过于信任性伴侣的状况之下，让这些影片跟照片在她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被很多她不认识的人看到，然后甚至非常剧烈的影响到她个人的生活。我想到这个事情，我都会觉得非常非常害怕。好，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稍晚之后来聊聊这些心情啊情境，但我想要先来问问怡婷的事情是，当初会怎么想说开始要去追查这个议题的？其实从2017、2018年的时候，台湾就有蛮多类似的事件，那时候还叫做复仇式色情，但是其实案件是越来越多的。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脸书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女生，她前男友把她的性私密影像散布以后，她的家人就公开说她自杀了。那时候我跟同事第一眼看到的想法是想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犯罪的样态，或者这个伤害会让一个人必须用自杀来结束这件事情。后来我们深入调查以后，就发现他其实没有自杀了，他是因为必须要让这件事情停止，所以他只好宣告说他自杀了。可是他一样是用了死亡为手法才让这件事情结束。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同事很想了解受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连串的调查。一开始其实我们是先进入了 Deepfake 的群组，后来揭露的是小玉做了这样的事情。随着加入越来越多的 Telegram 的色情群组之后，我们就发现说里面的情况真的是蛮可怕的，而且那些群组的数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当我们加入了1个以后，隔天它可能就变10个，然后后来就变40个，所以我的手机的 Telegram 打开就是那种40-50个相关的群组，然后有些人数可能就4-5万人、6-7万人以上。后来随着开始接触到受害者跟一些相关的团体以后，就慢慢更了解说，哦，原来它有一个更大的源头叫做创意私房，在台湾的网络上面。因为会变大的代表它应该是跟盈利有相关嘛？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盈利结构大概是长怎么样子？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犯罪的场域，犯罪场域都是在网络上，但它有很多不同的空间，比如说像脸书的霸社，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盈利的，但有些人认为说它可能有导到某些行销的网站去。那在 Telegram 上面其实也是没有盈利的，因为它就是你被加入以后，你就是随意的浏览，但它在最初其实是有盈利的，就是它最源头就是创意私房这个网站。那在台湾的网络上面已经有12
年之久了。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需要付费才能够进入的网站，要加入的话其实是需要申请为会员的，光是入会费就要8000元。那你在里面买任何一个影片啊，或是那种照片包，都会要算钱的。比如说有些影片它可能几百块，有些要到1000多块。然后有时候它会附上当事人他的个子啊，那些女生她的学校、学号、住址等等的。他那个会员在加入的时候，有时候也需要实名认证。那如果经过实名认证的话，他的会员权限就更高，看到的东西可能就是更不堪入目的东西，可能是一些包含儿少性剥削的影像，包含一些国小女生、国中女生被要求自拍的照片，或是有一些可能是被性诱拐啊，就可以想象就是 N 号房的那种照片，就也有一些是被胁迫的，很多我都是亲眼看到的。根据警方的调查，里面应该有超过10万部以上，受害人应该有超过3-4千人，可能更多。其实一开始进入到创意私房的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进行这个报道，因为东西真的太多了。像报道里面有提到的一个系列，就是王兰跟玉的系列，就是他们是被诈骗取得他们的自拍私密的影像。那一开始在创意私房里面的时候，那个犯罪者叫做 AirDrop 5嘛，他其实是说那些女生的影像都是他调教的，让他们可以摆出这些姿势让他拍摄，所以他那些影像在上面其实就卖了蛮多的，然后那个数量其实就有120几则以上，所以其实就是120几个人受害。但当时一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并不能分清楚他到底是自愿的还是他其实是被胁迫被诈骗的，其实我是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想到的方法就是我必须从受害者这边去了解，必须由他们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你接触这些受害者的经验来看，这类的犯罪对于女性的伤害或者是影响可能是哪些？第一个就是他们会对人有非常高的不信任，所以当我去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说，天哪，这个人是不是又要来骗我的照片，这个人是不是又要来打探我的隐私。所以其实一开始要取得他们信任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已经是被骗过一次的人。刚刚提到的其他系列的受害者，有些人可能是他们跟网络交友的人出去，可能在性行为过程中被偷拍，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信任关系的破裂。然后要跟他们说到底你在做什么报道，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么多，也很难，因为我们毕竟就是不认识的2个人，所以他要跟你掏心掏肺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还写了一个就是2张 A4 的约访信给他们，解说为什么想做新闻，然后这个报道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篇报道，以及我一直以来都是在做跟司法啊、人口贩运比较有关的报道，所以在这类型的题目上面我会怎么去做，我要怎么样了解他们的状态，然后以及跟他们说你任何时候回我都没有关系。所以一开始这报道我其实是抱持了一种不管他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他们愿意对我开口讲都可以，我们都是彼此准备好那一天再开始就可以了。那慢慢的其实就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影响真的非常大。其实非常多的受害者都有经历过不想要再使用原本的社群网站，不想用原本的账号，然后不想要再更新了，因为他们觉得会吸引更多人来攻击他们或是取笑他们。也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想要结束他们的生命，对他们来说整个生活就是全面的失控了。像王兰连走在路上都有人跑过来问他说，今天霸社上面上传那个是不是你，甚至会有人想要采取整形的方式，过程其实都还蛮伤心的。我觉得会有一种自己好像是猎物，前面的所有人都可能在偷看着你的那种感觉。而且最可怕的是，你认识任何一个新的人的时候，心中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他有没有可能看过我的印象？我觉得那是在做任何事件都会让自己非常却步的一件事情。我在想，这样子你面对这么大的恶意，而且你还把它写出来了，本名也出来了，不会觉得说自己有可能变成目标之类的吗？其实真的一开始是担心过蛮多次的。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做 deepfake 报道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有进入那个群组卧底，我也有一个我自己的身份在那个里面互动这样子。在一开始要刊登的时候，我跟我的同事都犹豫过，说我们是不是就用镜周刊人物组来发表就好了。可后来我发现我的受访者每一个人，不管是奎丁啊、球球啊，大家都用真名，对，他们都用他们的真名，用他们的照片在这个报道里面现身。然后那时候我想说，为什么他们愿意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出来讲这件事情，我却没有办法呢？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跟我同事几乎是同时决定，就是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本名来写这份报道。因为如果我们没办法跟受访者承担同样的风险的话，至少我们要承担一点风险。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负责任的方式，但还是会担心啦。因为前阵子其实印度就有一个女记者，她因为做了一个性侵害的报道，做完以后她就被成为了换脸影片的女主角，最后她其实就受到很多的报复，然后很多的嘲笑。那像这些事情它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发生吗？就
就是很遗憾的。其实大家之前可能也看过，就脸书上面有很多的外流的社团，然后之前大家也有分享过一波很多短网址的影片的社团。其实像这样子的 Telegram 的群组也都还是存在着，创意私房也还是存在着。近期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手法，比如说模特儿面试啊，要求你脱衣服，然后给他检查，最后这些影片可能就被拿来可能作为反威胁你的很多方法，要你交出更多的资料、更多的照片，或是要求你与他发生性行为等等的，就是有很多类似的。然后年龄层其实也是一直在降低的，就是国小女生、国中女生都有。我在想的事情是，你看了这么多这样子的恶意，你还会很相信人性这种事情吗？其实在看那些影片，就刚进入到那些群组的时候，真的是会有点讨厌男生欸，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虽然你知道说你身边有很多很可靠的人，或是值得信任的人，可是当你意识到说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做这些事情，不在乎别人任何的感受，然后只是把人的身体当做一种工具或是赚钱的手段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愤怒。其实那过程真的是蛮不舒服的，就是你必须一直看这些东西，建立关系的过程对我而言也是蛮痛苦的，因为你必须不断的去让一个人能够相信你，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在那过程中其实有非常多的拉扯，然后要怎么样呈现这个报道也很困难。比如说要不要把他的犯罪手法写得这么仔细，可是诈骗手法不公布的话，你就不能让读者去同理说到底为什么他们会被骗。他们不是笨蛋，他们是真的被放在一个很精心的骗局里面，他们有他们的欲望跟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们被骗了。其实这过程中有很多要去考虑跟犹豫的地方。会不会对人性失去希望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我觉得我在这些当事人身上得到很多的力量，就是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不是脆弱的人，他们也不是软弱的人。其实我的受访者里面，像丹尼跟可可，还有另外一个协助他们的男生郑伟，他们其实是非常努力的在反击的。他们自己去跟车，他们去想办法炸群，他们想办法去跟散布他们影片的人说，你知道我就是受害人吗？你知道有人因为你想要去死吗？就我觉得这是多大的勇气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非常多东西，就是人的韧性是非常强的。然后这些人虽然是受害者，但他们不是脆弱的，他们也不是软弱的。我在想，如果今天有一个听众，他刚好有在面临类似的困境，好了，他们可以怎么办呢？有任何可靠的援助的单位吗？其实还是有蛮多的妇女团体有在协助，像是展翅或是妇援会、立新基金会等等的，其实这些妇女团体都有在提供相关的协助。台湾有一个网站叫做 iWin 网络防治的这个机构，其实也是可以接受你的申诉的。然后在现在其实修法之后，我们的卫福部有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那个中心其实是可以接受申诉的，所以其实是有一些单位可以去寻求帮忙。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先能够有一个重要的他人，不管是你身边哪一个信任的人，可以先跟他好好的聊一聊，而不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些压力。对，我觉得一个人真的是太困难了。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我就想到创业的课程，因为它也很辛苦，然后你会面对很多巨大的压力、巨大的风险跟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时候你真的会需要几个人，当你撑不住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就像刚刚怡婷说，就是找到第二个人真的是蛮重要的。那另外刚刚你有讲到就是修法的方向，那现在修法的进度大概是怎么样？像今年初期立法院就修正了刑法，还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儿少性剥削条例跟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这4个法，合称为数位性暴力4法。那我们7月的时候就正式施行了。这一次修法其实有几个重点，我觉得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会对自己的生活会有点帮助啦。就如果你身边有人刚好碰到这个情况的话，第一个就是他已经把这些刚刚提到像 Deepfake 在我在做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的法规可以去规范它的，顶多就是比如说妨害秘密啊，或是个资法等等的。那现在它是有明文化，就是在刑法专章的地方，它就有把未经他人同意强暴、胁迫摄入性影像，或是未经他人同意散布、制播不实的性影像的部分都有入罪。所以其实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真的去提告，它是有相关的罚则啊跟刑责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其实在我在去很多座谈的时候，有一些年轻的男同学都会跑来跟我说，那我们也会受到惩罚吗？或是我只是收到了，我也会受到惩罚吗？其实真的是会，因为其实像儿少性剥削条例，它就有把无正当理由持有儿少性影像，就是你只要是收到你朋友传给你的未成年人的影像，你下载它放在你的手机里面，现在就要改为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一科3万元以上到30万元以下罚金。其实差蛮多，而且就很想跟大家说，你不要以为你只是看，你只是存档，其实它真的会造成一些影响的。那最后你有什么想要跟志祺七七的观众分享的吗？
我觉得刚刚志祺讲到关于人跟人的信任这件事情，是我很想要多聊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要怎么样去防治这样的犯罪发生，要求小女生不要在网络上交友了，不要在网络上约会了，不要把私密照传给男朋友了，不要随随便便的信任别人。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就我觉得至少我自己成长的年代，我因为跟人建立了信任，我觉得得到了很多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剥夺一个人与别人建立信任或是建立关系的机会，这样好像把责任丢给别人了。对，我觉得重点还是法规的部分，我们要让这个法更健全，然后让执法更有力，让这些犯罪者不能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去要求这些可能的被害者说你要小心这个世界，你要对这个世界充满着警戒心。我觉得这是有一点本末倒置，因为像我们在做性侵害防治的时候，会跟小孩说不要再接近叔叔伯伯啊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其实小孩子永远都不可能打赢大人的，所以当这个犯罪到你面前，当他已经害了100个人的时候，他今天想要来加害于你，你也逃不掉。重要的还是要回到在法律上面，在执法上面，跟整体的比如说网络安全环境的建立上面去做更多的加强，而不是去针对这些青少年啊青少女去说这种我觉得有点奇怪的话。这是我自己在做这个题目这1年来的一些想法这样子。今天很谢谢怡婷愿意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多。那大家如果想要深入了解的话，也可以搜寻青春炼狱到镜周刊看更多详细的报道。那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